你有没有想过，军队既然已经有了自行火炮，为什么还要使用牵引式榴弹炮呢？论快打能力，自行火炮几分钟就能完成停靠射击；论快撤能力，就更不用说了。但在真实战争中，除便捷外，还要考虑环境因素，不是所有战斗都发生在自行火炮可以去到的地方。而牵引式火炮之所以还没被淘汰，就是因为它的机动性，但此机动性非彼机动性。在现代战争的战略投送阶段，重量尤其重要。一辆自行火炮少说也得几十吨，像德国的 PZH-2000 重达55吨，美国的 M190 也有30多吨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想把它运到战场，必须得动用战略运输机，一次还装不了几辆。但如果是牵引式火炮呢，也就几吨。以美军的 M777 超轻型155毫米榴弹炮为例，它重约 4.2 吨。这是个什么概念？一架 C130 大力神战术运输机就能轻松装下2门，外加一堆炮弹和炮班成员，战略机动强也就罢了，战术机动更是没得说。而自行火炮虽然加了履带和轮子，自己能跑，但在复杂环境下，比如树林、山丘环境下，可玩性很差。这时候用一根吊索挂着 M777，直接就能部署在山顶的阵地上。对于空降师或者海军陆战队这种讲究快速反应、垂直突击的轻装部队来说，能用直升机吊着走的火炮才是部队值得信赖的武器。自行火炮再好，带不进去都是白搭。再说了，打仗打的是什么？说白了就是打后勤，烧钱。现代自行火炮确实战斗力爆表，但它的造价和维护成本同样高得离谱。一辆先进的自行榴弹炮动辄就是几百甚至上千万美元，这还不算它日常加油的消耗。而且自行火炮的本质是一门大炮加一辆坦克底盘。俗话说，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出问题。自行火炮由于搭载了发动机、液压系统、传动轴、履带，任何一个零件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出了故障，这门炮就成了趴窝的死物。哪怕炮管完好无损，只要底盘坏了，整台装备就得等重型抢修车来救命。反观牵引式火炮，它的结构简单，说白了就是一根炮管、一个制退器、2根大架加几个轮子，不需要保养复杂的柴油发动机，也不需要维护娇贵的自动变速箱。如果是拉它的卡车被炸坏了或者抛锚了怎么办？太简单了，随便找一辆悍马、一辆拖拉机，甚至是在路边征用一辆民用皮卡，只要马力够大，挂上拖钩就能拉着走。这种可靠性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非常吃香，甚至在消耗战中，你能用买一辆自行火炮的预算装备一整个营的牵引式火炮。虽然撤离速度比不上自行火炮，但凭借精确打击大幅缩短的射击时间，极大地弥补了机动性的劣势。其次，对于防御作战、阵地战以及非对称的治安战来说，牵引炮其实有着自行火炮无法比拟的优势。由于它的体积更小，外形低矮，牵引炮极容易伪装。你可以把它藏在树林里，塞进半掩埋的加固工事中，甚至用伪装网一盖，就能很大程度上屏蔽敌方无人机的光学侦察与红外热成像。在没有复杂电子系统的干扰下，牵引炮几乎不产生额外的热源与电磁信号。在阵地战和持久防守战中，这种隐蔽能力反倒成了它战时保命、冷枪阴人的最大杀招。更深入的看，兵种的定位决定了武器的去留。在人类的武器库里，可以说没有绝对完美的武器，只有最适合战术体系的装备。军事工业发展到今天，牵引式火炮不仅没有消亡，反而正在进化出新的分支——车载炮。这也算是牵引炮和自行炮之间的一种妥协。但即便车载炮越来越流行，纯粹的牵引炮依然被保留。总结的来说，牵引式榴弹炮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战争利器，因为它用最便宜的价格赋予了轻装部队最暴力的火力输出能力。